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8月1号的复盘视频，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纳指果然又新高了，不过呢，同时也冒出了第一个墓碑线。这下问题来了，这次的结构9低点到底能不能守住呢？要我说，这次肯定是要做好两手准备了。在这个板块轮动的市场里呢，咱们最好的操作标准是记住这4字真言就行：高抛低吸。那问题又来了，到底什么时候该抛，什么时候该吸呢？别急，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股票的走势图。Lucy 手把手教你如何判断。我们今天同样会从2个方面呢去来聊一下美股的一个行情。那纳指的话呢，那这一次呢是在7月的最后一天啊，纳指出现了新高，但是呢同时也出现了高开低走的一根长长的墓碑线，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呢，我们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第2个方面呢是看一下热点股票啊，包括我们近期分析的股票，那特斯拉还有3倍半导体做空，还有 PCG、APP、美光科技，还有 ADMA， 那么就是这6只标的。如果说 Lucy 的分析对你是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表示认可，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的日线走势图。我们看昨天呢这一根阴线呢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来认真的去分析一下这样的一根 K 线呢，对我们后续的一个行情的分析呢是很有帮助的。首先呢，我们看到了它已经刷新了近期的一个高点呢，是来到了21400点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很遗憾呢，它是收出了一根长长的阴线，而这根阴线呢，我会定义它为墓碑线。那么这样的 K 线呢，它出现在了我们的一个结构9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来去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行情要如何去应对。在这一轮不断上涨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纳指已经连续出现了4组这样的一个结构9，但是每一次呢，我们都会在9号 K 线的后续呢，它如果不跌破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位置的话呢，它会继续的一个上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低点是多少呢？我们在昨天的一个收盘价呢是21122.45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它的一个位置其实没有跌破我们之前设置的一个防守线，也就是5号 K 线的一个收盘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它其实呢9号 K 线就被这一轮的一个5号 K 线呢所防守住了。我们知道在结构9的一个技术分析里面呢，第一个防守位置呢是不能跌破9号 K 线，那么第2个防守位置就是5号 K 线。但现在很巧合的是，纳指的5号 K 线的收盘价其实与这个9号的一个收盘价的话呢，基本上是在一个同一条这个水平线上，所以说我们就以最新的一根 K 线的低点去作为防守线。那么财生朋友呢，你就知道了啊 ，Lucy 接下来想要去说什么。也就是说，这一根9号 K 线的最低点呢，我们不能被跌破。那么这样的一个 K 线呢，其实我们接下来呢要用这个大阴线战法啊来去分析它。首先呢，我们知道啊，今天8月1号的这一根 K 线呢，首先它不能跌破21122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会认为呢，后续的一个行情大概率会在21122到21457这样的一个300点的一个空间呢去震荡。那如果说它进一步跌破了这样的一个防守线的话，那我们直接去把我们的一个仓位呢去减掉啊，也就是大家说的一个字，先跑。这个就是对纳指后续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月线，其实月线呢从4月份的一个单针探底到这个现在7月份的一个收官呢，它出现了连续3根阳线呢，其实是已经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在月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离这个彩虹带的一个空间呢稍远一些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回调。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第一根 K 线呢就是会出现8月的一个开盘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要去看一下，一旦说8月份的话，它在这个位置呢不能继续出阳，要是出现一根调整的一个阴线的话，它也属于正常的一个技术范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好我们的一个仓位的一个管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周线。其实周线呢，在一连串的一个黄 K 的一个拉升过程中呢，
它有出现了上一周我已经提醒过大家，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绿色柱体的一个减小，所以说它会出现这样上涨力度的衰竭。我们的这一周呢，其实还差一天就收出了这样的6号 K 线，所以说6号 K 线呢，它现在能不能出现黄色的 K 线，我们要等今天收盘。那如果说它没有出现黄色的 K 线的话，其实我们的防守位置呢，还是要以这个5号 K 线的一个起点为去做参考。如果说6号 K 线十字星的话，那么7号的一个周 K 线的话，就会面临着选择方向。所以说接下来呢，无论是从周线、月线还是日线的话，我们都要做好两手准备。也就是说，如果它出现调整的话，我们要去把这个空头品种呢要去准备好。这个就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呢 Lucy 对特斯拉的一个跟踪呢还是比较密切的。我们来说一下它昨天的一个位置。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行情过程中呢，把高点和高点连线的话，会得到一个三角形的上边界。那同样呢，把这个低点的低点的连线呢，我们会看到特斯拉会在这样的一条下边界呢会出现止跌的一个情况。但是昨天呢，其实它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阴线呢，又回踩了它的下边界。所以说现在呢，特斯拉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方向呢，就比较难判断。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近期特斯拉它的一个行情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它所有的一个股价运行呢，都在一个紫色飘带的一个空间震荡。我们在这一天的时候是去做了它的一个抄底，是因为它出现了抄底套餐。那接下来呢，连续2天的一个反弹呢，它又收回了这样的一个财报带来的跳空缺口。但是很遗憾呢，在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上方呢，没有出现我们的一个止跌信号的一个确认，所以说特斯拉呢就在这样连续2天的一个回调当中，又回到了我们的一个下边界，而且是在同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上方，所以说现在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选择方向的位置。那如果说我们刚刚分析了纳指，如果说纳指的话，它现在呢是出现调整的话，那同样的特斯拉它也逃不开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命运。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下纳指它的一个表现。那我们是如何去防止了去买入到特斯拉这样的一个参与的一个位置？首先呢，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30分钟它要等一个这个变字。是什么变字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说它能出现彩虹带的一个上穿变成紫色的话，那才是我们的一个买点。也就是说，等到跟60分钟的一个共振才可以。但是很遗憾，在这个位置呢，其实特斯拉它并没有出现那个变字，而且呢是进一步的跌破了它的一个机构成本线，就是这组绿色的一个线。所以说它又走出了一轮空头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它的一个回踩没有出现我们上车的一个点。我们来看一下我在7月30号和31号的一个行情播报。那我们来说特斯拉呢，它其实连续3天上涨之后呢，缺口上边界出现了回调，是健康走势。那我们依然保持它的一个信号不变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但是今天就是7月31号，我说关键是看30分钟的变字能否出现，与60分钟能否共振为参考。那如果说它的一个整体的三角形尽头选择方向，如果说机构成本线和紫色带共振，大概率选择向上，但是它的一个30分钟的一个变字没有出现，所以说呢，它就进一步回调到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低点。所以呢，这一轮这个 TSL 和这个 Call Option 呢都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买点。而且呢，如果说咱们有参与的小伙伴你不要账户超过1成仓位。如果说真的特斯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话，那我们要及时的一个止损。这里呢是 Lucy 根据行情来去给大家去分析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它30分钟和60分钟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走势。首先30分钟呢，它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是有聚宝盆。那现在股价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305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位置，包括呢它现在还没有出现止跌的一个信号。但是好在呢，它是出现了聚宝盆。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的是这样的一个9号 K 线，它会不会继续跌破？如果跌破的话，它还不是我们的一个买点，甚至现在的一个彩虹带还是在空方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再来去看一下60分钟有没有共振。
60分钟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这里呢就没有出现我说的广播里的那个共振，而且呢60分钟 K 线才到7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一下它能否出现聚宝盆。如果说没有聚宝盆的话，那这个抄底套餐呢就是失败的，所以特斯拉呢它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个就是共振带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所以说现在呢它的一个紫色飘带呢还没有出现扩大的一个开口，那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话，那我们的一个止损的一个触发就要执行，这个是我之前给大家去讲过的交易的一个计划。所以说咱们的订阅粉丝呢要注意了，Lucy 的一个盘前广播呢会写到我近期跟踪的一些股票。那如果说你是新订阅的粉丝呢，会有7天的一个体验时间。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独家资讯的朋友呢，赶快去找我的助教老师拿订阅方式。那你的一个体验期呢是会有7天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半导体3倍做空。那么半导体3倍做空呢，其实近期的话我们是没有讲过做空的一个品种。但是其实半导体大家可以看到呢，除开英伟达还有 AMD，包括博通呢，都是一个加速上涨的一个行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是有一些担心的所以在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里呢，大家会看到就是在7月30号的时候，那么我会在这个广播里面给大家提到 SOXS 的这个3倍做空的一个提示。近一段时间的半导体是在这样的3只这个核心半导体股票强势拉升中偏离了彩虹带一些距离，所以说呢它的一个这个观察呢，就是价格已接近黄带的一个末端，这里指的是彩虹带。所以说30分钟呢是有一个抄底信号，但是60分钟还没出现。那么如果说60分钟出现了黄带的末端，那短期半导体板块出现回调的话，这个品种呢是一个不错的对冲品种。日 K 线上出现了上穿黄色止跌信号为准这是我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描述。那么就在2天前，也就是这样的一根 K 线出现的时候，我是在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好巧，它在隔天也就是昨天的一个行情当中出现了12%的一个拉升。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知道彩虹飘带的一个末端，它的一个黄色带空头呢是衰竭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在之前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整理过程中，它其实已经出现了白 K 的一个信号。那么白 K 的信号加上聚宝盆，原本是我们波段超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们加上了这样的一个彩虹带的话，它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呢，就是抄底信号。所以说呢，我在前一天去提醒大家的话，其实是有原因的。那它来的一个时间呢是比较快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隔天就出现了，昨天出现了这个半导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下跌，而且它还是跳空下跌。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品种，如果说我们想去参与的话，那一定是提前去埋伏，它才能抓到机会。如果说你当天再去买的话，其实呢它就不具备这样的一个优势了。所以说这样彩虹带和它的一个相对的位置，包括我们的龙头引力的一个聚宝盆，这样的一个 AI 系统呢，是给大家去增加买入的一个这个胜率的。所以呢，接下来 SOXS 这只标的，那我们要去看一下半导体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SOXL 的这一只标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刚刚的那个3倍做空就是来源于这样的3倍做多的一个反向指标。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呢，近期半导体上涨的一个这个走势呢会非常强劲，而且呢紫色飘带会与这样的一个机构成本线呢出现了一个重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紫色飘带呢其实它有一个衰竭的一个动作。那叠加我们现在是被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压制，所以才会出现突破不了的之后的一个回调，而且昨天呢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大阴线。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的一个这个财生小伙伴，如果说你是做 option 的话你可以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空头的一个 put 的 option。如果是你是做期权的小伙伴呢，你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3倍做多的option 的一个 put 可以去参与。当然它的一个开仓点呢不是在接下来的一个行情，是它在反弹的过程中去开仓的。如果说你交易不好它的一个期权的话，那 Lucy 推荐的品种呢就是
XS 这只3倍做空的一个 ETF。所以说呢，这是我在盘前会给大家去写到的一些品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图表呢是 PCG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日线呢现在的一个目前位置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位的，那价格呢也会在13块钱左右。那我们来仔细去看一下比较清晰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是我们龙头引力的一个资金聪明钱流入的一个位置，而且呢，它会在低点12块9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出现白色的9号 K 线。那么9号 K 线之后呢，它并没有出现继续下跌的一个走势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白 K 有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出现过。那么它的一个价格呢是出现了一个下跌，但是它的指标呢是出现了一个背离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末端的一个尽头，也就是说这个黄色飘带的一个尽头呢是出现了一个变字，而且呢它的一个结构9呢也随之纳指呢是提前出现了。那么提前一天出现之后呢，它现在的一个位置呢是处于一个空变多的一个位置。所以昨天呢，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问到了 Lucy， 这样的位置是不是出现了止跌信号？那刚好昨天的一根 K 线是一个我们止跌信号的其中的一种，那它就出现了它的一个抄底的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 Lucy 的盘前是如何去给大家描述的。我们来看一下7月31号呢，我有在最后一条呢去给大家写到 PCG 的一个参与的机会，而且呢是提到了是财生整股发现的一只非常好的一个形态呢，想分享给大家。那么日 K 线是有难得的聪明资金流入，白 K 彩虹带已经出现变字，抄底套餐也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抄底的话，它是具备条件的。那60分钟止跌的一个组合出现，就是买入的好时机。所以说这股票呢，我已经在这个盘前呢有提示给大家了。如果说你参与到了的话，那恭喜你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单日的一个收益。那接下来我们去分析一下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后续要如何跟进。那就是说在筹码这一个位置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聪明资金的流入就会有筹码峰的一个出现。那么它的一个走势呢，本身这一只股票呢它是电力股，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中的话，它还在低位，就是我们低吸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股票。如果说它还能沿着彩虹带上方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话，其实在彩虹带的边界就是我们低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现在呢，目前是日 K 线出现了这样的机会，所以纳指不管是它的一个上涨还是回调的一个过程，其实在低位的股票还是会出现的。如果说它能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去这个突破的话，其实这一只股票它还有上行空间。那如果说喜欢做 option 的一个小伙伴呢，可以注意了，其实昨天呢我们是有财生朋友呢是低吸了这一只股票的一个 call option， 那么今天给我晒单的话也出现了96%的一个收益。所以说它的一个这个低吸加上喜欢做期权的小伙伴呢，就可以看过来它的一个接下来的机会。那如果说你没有看到这样的提醒，或者是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那如果说想跟上 Lucy 的期权交易实战的一个心得的话，第一步你要赶紧点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作为界面里的话，新粉丝是可以立刻解锁内部会员课程的一个体验资格。那每周的一个直播时间呢是有3节课，香港时间下午5点。跟上上课打卡的朋友呢，还可以通过3天的一个打卡呢，来去换取我的一个7天的广播体验。那如果说你是在交易中遇到追高或者抄底被套的问题，那就需要来学习一下交易思路了。另外呢，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高手集训营的一个课程。那想要进一步学习技术分析技能的朋友们，那你就要参加这样的一个课程了。那么本周的话，我们的一个小白成长之路的5天的课程呢，已经给大家去讲解完了。那么粉丝朋友呢，反馈还是比较好的。那下一周的话，就会讲到高手的一个进阶之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个中高级的一个技术课程分析呢，会给到大家。有想这个学习技术分析技能的朋友，那你的一个报名方式呢，就在下方置顶链接里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那发送口令，这口令是高手2个字你就会领取到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加上我们的一个课程链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PP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我们的粉丝朋友呢都知道啊 ，Lucy 是在它彩虹带出现变盘的这一天啊，去给大家去跟踪的一只股票。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连续1周的时间呢，其实这只股票的一个表现呢并不是很好，但是它有好的一点是，它在这样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是出现了2组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的。所以在这样过程中呢，其实我有一直跟踪啊，但是时间呢久了一点，它跟踪了1周之后呢，其实有微微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效应，但是不多。那么它在本周的话就出现了一根阴包阳的一个走势，但是呢，好的一点是它没有跌破这样的彩虹带，比较差的一点是呢，它这一个位置呢，其实它的一个振幅就不是很大。之前我给大家去分析过，说它的一个股性呢会在一个区间去出现震荡，所以它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位置是有区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是在黄色的一个彩虹带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我们就知道它的一个拉升呢就不会很高。但是昨天出现的这个 K 线就证明了我们的彩虹带呢是非常精准的拿捏了主力的一个拉升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它只要在紫色飘带上方，它没有跌破确认的那一刻的话，我们都不能说它结束了。在昨天的一个走势当中的话，我们会看到啊，它最高呢是涨到了10%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连续2周的一个 K 线的一个跟踪，虽然呢它的一个收益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在这样的震荡的一个行情过程中的话，我们能发现这样的股票的话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啊，这个彩虹带它的一个胜率就会给到我们比较高的一个判断。所以说接下来呢，这一只股票如果说你跟上了 Lucy 的盘前广播的话，其实呢在1号 K 线这个位置啊，它比较接近了，出现了压力位。如果说你还持有的话，那可以去减仓，或者说止盈这只股票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它有可能会因为它的一个股性的话，它有可能去回踩它这样的一个边界。那如果说利润回撤的话就不好了。那接下来呢，它的一个走势的话，其实会上方的一个缺口呢压力会比较大。如果说考虑到整个纳指的一个情况的话，那能出现这样的一个高抛的一个位置的话，最好是止盈获利，直接把这个现金落袋。那么这个是 APP 的一个分析。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来说一下啊，我们发现它的一个节点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彩虹带刚开始出现辫子，微微打开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它的一个 MACD 呢是在0轴的一个上方不远处，而龙头引力呢也是在一个加速区。其实我之前有给大家讲过，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是叫早鸟启动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啊，它的一个空间，如果是你是比较稳健的朋友，那这样的一个10%的一个收益率，你喜欢吗？当时我给大家去推荐的时候呢，我也写到了啊，它在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加上 call option 的。但是呢，它的一个合约呢会比较贵，而且它的一个震荡时间呢会比较久，所以说啊 call option 拿不住也是正常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没有在期权上盈利，你也可以在正股上盈利。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话，就是给到我们一个拉升的一个信心，捕捉到了机构的一个动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美光的日线走势图。那么美光呢，在这一轮的话，它其实是被半导体板块呢甩在了后方。那么有看我小视频的朋友呢，大家应该知道啊，我是在星期一的一个视频里面去分析了一下美光它这一轮的一个走势。那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说它不要跌破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真的没有跌破啊，随即呢出现了一个反弹。它反弹的一个位置呢，我认为它最好是在1号 K 线的一个高点这个位置，大概是115元。但是呢，它的一个冲高回落的话，它其实已经靠近了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空方的一个上边界。所以说，相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呢是止盈了。那如果说接下来呢，美光的一个反弹，如果说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彩虹带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以为它会去反弹过掉这样的一个点。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彩虹带的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在一个中轴的一个位置的话会出现压力。那么同时呢，它在这个位置呢是有缺口的，所以呢它没有反弹上去的话，就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么这个下跌呢，其实是在我的一个这个计划过程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 Lucy 也在盘中的时候啊，去提示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美光是可以去做 put option 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昨天你是去做空的一个这个期权的话，那我想日内的一个收益的话会比较可观。那么这个就是美光的一个分析。那所以说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你的一个高抛是在我们的空头趋势的一个高点，你的一个低吸是在我们的空头趋势的一个低点，所以高抛低吸呢，一定要找准我们的一个标准和位置。这就是对美光的一个分析。那看到美光的一个回落呢，我们也同时去做到了 SOXS 的一个3倍做空的一个 ETF。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呢是 ADMA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去看一下为什么来讲这一只股票呢？大家大概率应该已经猜到了。其实呢，这只股票它的一个走势呢会出现在彩虹带的一个末端呢出现了它的一个迅速推升的一个过程，而且呢是在机构成本线一带呢出现了一个反弹。那我们同样能看到龙头引力呢是出现了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而且呢流入的一个这个图形呢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看日 K 线呢是出现变字。那么这是我们财生的同时整股的一只股票。那么 Lucy 呢看到了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如果说它在变字之后出现了止跌的一个信号的话，其实这一只股票呢是日线比较好参与的一只股票。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它在机构成本线上方到底能不能止跌。那我们来去分析一下它的一个筹码峰。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的筹码峰呢会比较聚集于现在目前的一个价位，大概是17到18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跟机构呢去小小的去参与一些仓位。如果说你对这只股票，或者说你现在手里没有说多余的一个现金的话，其实它的一个 call option 呢，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就是 ADMA 它的彩虹带的一个末端出现的一个机会和用法。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它的30分钟，30分钟的话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散财童子。所以说我们之前的一个美股洞察的内部课程有去给大家讲它出现散财童子的意义和这个时间周期，我们要拉长到1到3天。再去看一下60分钟，60分钟目前呢它还没有散财童子，所以说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共振的一个点。那等多1到3天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